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长安24季杀青，诚意又双若卓转型了，这次也没长苏。雨幕滂沱的长安街头，一袭白衣的男子执伞而立，怀中紧抱的灵牌被雨水冲刷得发亮。他垂眸凝视牌位上的名字，睫毛颤动间，一滴水珠滑落，分不清是雨还是泪。下一秒，镜头切近他的双眼，恨意如刀锋般刺破荧幕。我要的是杀穿整个长安。这一幕来自刚刚杀青的《长安24季》预告片，程毅饰演的谢怀安仅用3秒眼神戏，直接点燃全网争议。同样是谋士复仇，梅长苏为昭雪冤案隐忍10年，谢怀安却要掀翻整个棋盘。程毅从美强惨转型疯批权谋家，这次能打破古偶男神标签吗？疯批复仇者 vs 救赎者。梅长苏在《琅琊榜》中说出我这双手，也曾挽过大弓，降过烈马，观众看到的是英雄末路的悲壮。谢怀安在《长安24季》里冷笑，我活不活没所谓，我只要你死。这是玉石俱焚的狠绝。两人同样背负灭门之仇，但梅长苏以匡扶正义为底色，谢怀安却将复仇升格为无差别攻击。火攻藏兵向焚晋叛军，离间计让权臣自相残杀，甚至亲手将恩师推向死亡陷阱。有观众犀利点评：梅长苏是我要真相，谢怀安是我要你死。这种极致反差，在角色造型上更显撕裂感。梅长苏的狐裘大氅尽显病弱贵气，谢怀安却以黑白鹤发造型登场，凌乱发丝间藏着未愈的刀疤，白衣下摆永远沾着血渍与泥泞。导演潘安子透露，白发象征他10年蛰伏的煎熬，而黑衣上的金线刺绣，暗喻他早已被权力腐蚀成棋局中的恶龙。从吐血专业户到眼神杀人，琉璃里吐血的与丝凤莲花楼中可血的李莲花，让程毅被戏称古偶吐血第一人。但在长安24季片场，他主动要求删减吐血戏份，谢怀安的痛不在身体，而在灵魂。一场与刘义军的君臣对峙戏中，程毅仅用嘴角肌肉的细微抽搐，就演出了谋士面对帝王威压时的恐惧与兴奋交织。颠覆的是动作戏转型，昔日李莲花的飘逸剑法，变成谢怀安狼狈的市井斗殴。为展现角色文人式暴力，他设计用砚台砸人太阳穴，以竹简边缘割喉等动作。武术指导李磊感叹，他把文房四宝用成了杀人凶器。当仇敌跪的求饶时，谢怀安突然俯身轻笑，现在知道怕了。当年我妹妹才7岁。瞬间切换的温柔语调，比嘶吼更让人毛骨悚然。老戏骨修罗场，权谋博弈的顶级拉扯。刘义军饰演的帝王萧武阳，堪称梅长苏与梁帝的结合体。他一面将谢怀安当作铲除权臣的利刃，一面在深夜独自抚摸皇子画像，眼神中透出迟暮帝王的孤独。王劲松则颠覆性出演落魄文士，衣衫褴褛却句句诛心。长安不缺聪明人，缺的是清醒人。这句台词被网友称为2025职场生存指南。惊艳的是张涵予的反派枭雄，他饰演的严凤山既有武将豪迈，又在庆功宴上突然折断酒杯，用瓷片抵住谢怀安咽喉。你以为我看不出你是卧底？这场戏的即兴发挥让导演舍不得喊卡，程毅脖梗真实渗血的画面最终被保留。我们为什么需要谢怀安？琅琊榜用家国情怀打动70后、80后，长安24季正在用职场后黑学戳中90后、00后。谢怀安的火攻藏兵相被解读为办公室政治，如何借领导之手清除对手。他的离间计则被做成对付 PUA 领导的36计短视频。甚至有观众在超话发起投票：如果你是谢怀安，会原谅仇敌吗？
85%选择以牙还牙。评论区最高赞回答：现实不是爽文，但至少能在剧里痛快一回。这种共鸣背后，是当代年轻人对灰度道德的复杂认知。谢怀安为复仇利用挚友，欺骗红颜，谭木却刷屏理解他像极了为升职加薪妥协的打工人，或是为学区房假离婚的中年夫妻。编剧穆雪天涯坦言，这个角色不是英雄，而是每个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可能性。未播先火的争议，爽感与深度的天平如何倾斜？尽管预告片播放量破亿，质疑声同样汹涌。历史博主指出，火宫藏兵像不符合唐代建筑结构，剧方立即放出考据资料，团队请来古建筑专家，一复刻了唐代方式特有的防火隔墙，让火势蔓延轨迹更符合史实。对于过度渲染暴力的批评，美术指导展示谢怀安书房细节，案头孙子兵法摊开再用尖篇染血的手指印恰好盖住死奸者，为狂士于外溢行字暴力表象下，藏着对兵法的严谨致敬。这场开播前的舆论风暴，恰似谢怀安手中的棋局。有人看到权谋博弈的烧脑快感，有人嗅到人性挣扎的深刻隐喻。唯一确定的是，当诚意说出我要掀翻的不是棋局，是制定规则的人，长安24季早已跳脱出古装版《琅琊榜》的框架，在国产剧类型化探索中劈开新的疆域。此刻的长安城，暴雨仍未停歇。谢怀安在雨中点燃仇敌名册，火光映亮他嘴角的冷笑。远处传来更夫沙哑的梆子声，子时三更，平安无事。可所有人都知道，这座城的平安，从今夜开始就要改写了。